荣耀 GT Pro 从发布到现在半个多月了，而我在一些电商平台查看用户的评价，发现啊，这台手机的好评率很高。那这期视频呢，我会围绕着续航、性能、相机等方面带来一些分享。7200毫安时电池，其实从电池的大小啊，会有一定的安全感，但是啊，电池的物理大小决定了我们使用手机时候的这个续航长短的底线，而上限啊，就是手机系统对手机的续航优化了。那最近呢，我也在几次系统更新之后呢，我又用了5个小时测试了它的这个续航，包括游戏、电商、视频等。我们来看啊，看 1080P 视频1小时耗电5%，刷短视频1小时耗电6%，刷微博1小时耗电7%，看电商平台1小时耗电8%，游戏1小时耗电1%。从每一项的测试环节来看呢，整个掉电比较慢，并且啊，掉电周期很均衡。这个续航表现，在我们一天出门且无充电宝的情况下呢，中度或者重度安全用完1天且能保留下一些电的。搭载骁龙8至尊领先版，我觉得啊，荣耀 GT Pro 啊，其他配置啊，我都不想再聊了，甚至跑分的真的啊，不是我关注的。而这一次从 PC 上面用到的 VRR 技术啊，放到了这台手机上。VRR 技术啊，也就是它的这个可变刷新率的这个显示技术，它并不是插帧的那种提升监测的帧数，而是配合游戏实际的帧数来改变对应的显示刷新率。而从而我们在手机上面出现卡利帧的时候呢， VRR 技术呢也会随着游戏实际的帧数带来对应的刷新率。实际体验呢，就是游戏时呢，其他手机卡顿就会很明显，而荣耀 GT Pro 就会因为带来了可变刷新率啊，帧数与刷新率重合，我们肉眼就很难感受到卡顿。那极客湾有详细的评测，大家可以去详细的了解一下。而实际的游戏体验下来也是这样的啊，常规的游戏测试，我们使用原神和星穹铁道作为性能和温度的测试。通过性能狗测试，原神120帧，实测3分钟，平均帧率为118帧，游戏后的温度啊如图。崩坏星穹铁道30分钟游戏，平均帧率为59.3帧，机身温度如图。那后面的相机模组设计啊，也是有了荣耀 Magic 7的影子了。那相比市面上主打性能的手机不同，荣耀 GT Pro 的相机配置啊，3颗镜头没有凑数，反正属于超过了主打性能大部分的这个手机了。那通过这2天的拍摄样张来看呢，在光线好的场景下呢都没问题，不管是主摄还是长焦。而夜景方面呢，拍摄的时候呢会有一个算法的过程，而它的这个视频拍摄方面呢，我也分别用了主摄和长焦做了一个视频的拍摄测试。总体来说呢，在拍摄舞台视频素材时呢，表现还是挺让我意外的。而在其他方面呢，外放堪比荣耀 Magic 7 Pro 啊，支持了 IP6869的防尘防水，有红外，有3D 超声波指纹，底部接口呢是 USB 2.0。那前面看到啊，如果是长时间玩游戏，还是建议加一个散热背夹。而屏幕方面呢，采用了天马屏幕，有144赫兹刷新率以及绿洲护眼。而 Magic 7 OS 啊，也属于没啥大毛病，该有的都有，流畅呢也有。